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既然没有骨脉种粮，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。吴越前世与张彦泽无冤无仇，何以要当殿伤他？真受不了你！坐个牢，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，比做衙还要惬意。这本来就是衙，还是朝廷里1等1的大衙门，御史台。肃正朝纲，纠合百官。那滤镜门外肃正台，武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。好像有客来了。金贵兄，九郎兄，哈哈，自有天子诏谕以来，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钦犯了。那君贵兄也住2天，嚣张嚣张。哈哈，大可不必。哎，去拿副碗筷。末将职分卑微，不得上殿。实在情形，只是听家父提及，张贼恶贯满盈，欲杀其者，何止九郎一人？仔细想来，那天在大殿之上，必定是乱作一团，伤人者绝非九郎一人。但那柄刀子，的确是九郎带上大殿，便由他背下了这个罪名。这还像点话？你父亲也是世家子弟，上过阵、见过血的，手下好歹也带着几千兵马，说出去也要称一声太尉了，却让一个南边来的小孩子当殿亮了刀子，怎么了？汴梁城里便是没有好汉子了吗？刘令公与太尉拒河东，麾下兵马何止1000万，却也未曾见得挥师南下救援京师。末将父子不才，却也在张贼的兵威之下，血淋淋厮杀了整整10日，阻叛军于宣阳门外。烧了张彦泽的粮仓，对吧？对。带着侍卫群军那帮废物出来，能在张彦泽手下走上10日，不落下风。你小子年纪虽小，论起本领，倒是比你那无用的爹要强些。傻小子，你爹比你聪明，他这次是押对了宝。九郎君这番，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。死了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一个保局吗？天下如棋，天下如局。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，便也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，这天下事
又与我何干？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？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，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，不过是循例而已。经国大事，从来不肯一闻。这汴梁城里谁做天子，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？九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，便是称臣，也是我六哥七哥来称，轮不到我。令兄称臣，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。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？吴越是吴越，九郎是九郎。天子逊位，迄今已有月余，而太原方面，刘令公迄今未敢称敌，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？兵马不够，粮秣不足，契丹太强。哎呀，他爱称不称？刘令公迄今未敢称帝，是为得天下人心。那君贵兄跟我说说，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？水丘使君带令兄举吴越12州之地，10万余甲士向刘令公称臣，这声威不可谓不盛。然则这些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。我？你还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？难不成住了1个月监牢，我便不是我了？你伤了张燕子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兄，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，这便是天下人心。你可知桑相公殉身开封府是为了什么？天下人心。桑相公殉身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，这个天下人心向背，是为了让契丹10几万大军知道，中原军民与杜重威、张彦泽这等残民掠主之贼不共戴天。京师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亮了刀呢？唯九郎一人耳。所以现在，你便是天下人心。经历了亡国之恶的赵匡胤，他深深地明白，像刘知远、郭威这般位于云端之上的权臣节帅，要权衡的利益就太多了。河东之外还有河北，京师之外还有虎视眈眈的契丹大军。冯令公毕竟手上无兵，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已是意外之喜。大王坐拥河东12州兵马钱粮，带甲10万。要是等到京师那边见了分晓再去摘果子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文忠，敌情如何？永德见过太尉。太尉，这位是？这是步军司新任斥候牙牙刘景业。
也是某新收的，命令一遵。有北面的锦旗军情来禀告大王。开门。耶律塔烈不在营中，禀令公，是。你由何而知？亲耳所闻。这小子扮作西奴，在灰水河大营中盘桓了月余。你会说西语？回禀太尉，末将出身边地，北面的番话自幼便说惯了。都会说哪些番话？党项八部的羌语、契丹话、西语、黑山族谱，都能说些。这等人物在步兵司做番子，却是大材小用了。他是林州杨洪信长子，抚州的佘三郎拿了去做女婿的，并非寻常番子。耳听为虚，你是如何知晓真伪？末将亲眼所见，故而知道是真。你怎知来人便是上京来使？来者是萧思温本人，早先曾为使往来于林府之间，末将认得他。赏他个副都虞后。这等大功，那便是都虞也赏的呀。还不谢过大王恩典？末将谢过令公恩典。下去吧。大王，大事可成了。这南边张彦泽重伤，北边走了耶律塔烈，这不是气运，那什么是气运？萧思温亲来回水河宣走塔烈，是上京城出了大事。能一道文书将塔烈这种重臣大将宣走的，举藩契丹国中也不过2人而已。一个如今在南面京师徘徊犹豫，那便只剩一个。契丹太后庶律使，先往京城派个人去。是官人信，向契丹主称臣。太后把云州的塔烈调回上京，这是在提醒陛下，该北归了。南朝大事已定，臣请陛下回师。汴梁这边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。陛下若不一律杜某，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。臣请陛下速作决断，以安内外一句。便是摁上金花银枕，也得选个想睡觉的。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成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，急吼吼的宣立刘氏，倒仿佛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，求着他做一般。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？你陛下。太原使节河东节度知使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，向陛下奉表称臣，在明德门外候召。王秀峰在明德门外。苏元熙、郭威没有请来。使团一行以王知事为首，未曾见苏观察和郭太尉。你下去吧。令公，北平王这是假的，不必理他。刘令公若真有称臣之意，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，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。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。既是不愿称臣，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下来呢？投石问路，收拾人心。京师的人心，在冯令公，在九郎。使君，太原使臣出宫了。可有诏命？太原令公加太师封晋王
永镇河东。陛下，文肃，下官在。小玉开封府与城南再设2处舟棚，不要以赈济的名义。天快转暖了，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，募集青壮，以工代赈。是。不攻了。林公，陪朕走走。这边可以领。多谢。法国士有10万人，汴梁城里没有10万人。京畿12县，唯陈留1处陈援还算完整，却也没有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寒门小户没了口粮，便只能背井离乡，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怎么讲？天气渐渐回暖，往岁今时，朝廷以划拨种粮筹措春耕。今年库房的存粮、种粮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。误了节气，便不用再盼收成了。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，勉强度日。再过2个月，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，他们终归都要饿死。令公总揽汴梁军政，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？惭愧，冯道难为无米之炊。内外库食皆在令公手中，令公到底缺什么？冯道一介昏聩老朽，食不足1盏，寝不过1榻，老朽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他们，是天下。缺什么？缺一个朝廷，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，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，一个春时拨划种粮，夏岁修治河工，秋月积领仓实，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。这些百姓啊，时至今日，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，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。令公可是肺腑之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蒙尘何在？陛下，臣在。小玉恭迎内外，南北各城，自即日起，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。各军所需，皆要记录在案，誊表造册，上奏公帐决断。臣
奉诏。灵公，可否？乱兵入城，给假3日，强人破门而入，掳掠诸伯口粮，虐杀妇人孺子。你把火烧了房子，拆了院墙，搭建营寨。灵公，此乃张彦泽之罪，还是朕之罪？陛下言重了，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，不杀人了，就可以了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谷麦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你有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，亦不能强你所难，但可退而求其次。何为其次？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，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。王灵公，你这是在要挟陛下。陛下，若如此，杜重威恐生无策之变呢。此话有理。杜重威手握重兵，菩萨都要避之，何况是你？此乃令公的意思，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？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，那就将公帐从速搬回你的上京。令公还未曾回答。心怀天下之人，不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倘若朕杀了张彦泽，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？不敢保，但老朽敢赌。杜重威身在腋下，老朽身在京师，无城无兵。若杜重威敢反，老朽的这颗头颅，你拿去便是。敢赌吗？今有司勘罪，查张彦泽者，攀比好财，纵掠梨树，酷猎擅杀，以害市民，纵兵为虐，无探生灵，克扣军饷，军心离散，强占民田，夺人恒产，卖官鬻爵，败坏吏治，逼反庶族，祸起无策，抗旨不遵，悖逆君命，诬陷忠良，残害贤能，荒淫无度，败俗伤风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劫杀使节，挑衅邻邦，大罪12，庆南山之主，不足以彰其罪；尽东海之波，未得能迎其恶。拒特大奸，朕起令5刑之诛，着即荐送北市，明正典刑，祭扬名誉，告谕四方。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，明正典刑，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。昭昭史册之上，将来也会这样记述。可惜了钱家九郎，一腔忠勇。乱世，人命卑贱，活着比
什么都好。要舍得出来吗？不急，殿上失仪并非小罪，好生将养着他，莫要让人看到他，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。这个炭烤的真慢。又想什么呢？若此番有命难归，我便同你一起上岛，做个上门女婿，好不好？说什么疯话呢？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，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。若非如此，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。我就不掺和了。想来想去，除了黄龙岛，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嗯。你说呢？林姑，林姑，太原使臣王俊求见。终于来了。不见。令公。文素，你去见一见他。王俊想见的是令公，不是下官。能问的，能说的，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，再见。也还是那几句话，不如不见。你去见他，告诉他，谷麦各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。这个天下，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。领公3朝元老。何以无礼于死？秀峰兄慎言，令公领袖朝堂，所思所行，非你我可智慧。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，一日王俊必有所报。令公不肯见我。是啊，他的原话是：他若还想要性命，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。请太尉上禀令公，国荣有几句肺腑之言，要面陈令公。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，还请令公拨冗一见。放手吧，明日重元殿大朝，令公要上殿称臣。
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朕以好穷眷幼，披诚宝业，总揽义纲，必资同德之贤，赖古功而必成。自尔太尉、中书令、匡国威圣军节度使，燕国公道学通九域，声波南北，侍奉三朝。册命元勋据金册，拜太傅，晋长乐郡王，增邑8000户，时时封1200户。领枢密使，知南面汉儿司事，权汴梁内外兵马，赐牙户、牛头，许朝进不屈，尽忠走马，可。臣冯道奉诏。朕得大统，国号之事，还要劳烦太傅。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，国号称隋；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，乃成300年之大唐。陛下基业，得知父祖宗社诸庙，虽不得大唐敕封，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。松漠以辽地为治所，陛下称国，号可曰辽。太傅所奏，颇合古意。国号称辽，臣复议之。臣复议。好，那便定国号辽。祖宗庇佑，大辽永兴。陛下，万寿无疆。大辽永兴，陛下万寿无疆。三朝元老，俯首称臣，还献上国号，真是无话可说。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？复见桑相公于地下。桑相公若是不死，今日只怕也要阵阵。衣冠南渡，一历700载，天下文气节义，不过淮河以北。于今，契丹天子建号大辽，以为北地之主。唯一可虑的，便是河东刘知远。